嗨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，我是 CJ。今天的影片主题是川普与普丁世纪会面，乌俄战争将有望停火。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，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。在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主题前，有个好康的活动，现在只要使用我的注册连结，完成了首次注册，并且符合新用户的资格，就有1000U 的仓位。而这个仓位大家可以大胆用力的去开，亏损的话没有关系，重点是获利还可以提币走，非常的划算。好，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则新闻，长达8个月，恭喜各位，久违的山寨季要来了。今天二哥以太币突破了$4000的大关，一度涨到了4200元。如果多根的 K 线只要是站稳于4080元以上的一个位置，将会挑战历史前高，也就是4877。而它最终呢，这一次的上涨目标价位将会上看于$6700。这一次突破$4000是已经8个月以前，也就是在12月10号到今天的8月9号。而目前呢，也已经脱离比特币的一个行情，以太币呢，已经是走出了自己独立的一个行情，而就在以太对比特币的市占比呢，已经来到了 0.035%。而反观比特币的市占比，从8月3日以来下跌了 4.23%， 跌穿了 60% 呢，来到了 59% 的位置。而我问一个问题，大家希望大哥的比特币市占比一路下跌，还是反弹至高点的位置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。再来看到下一则新闻，麦飞2373颗。今天以太币突破了$4200大关，但是呢，就在8月2号，某位币圈的大佬呢，他卖出了手中2373颗的以太币，因为他认为关税的一个政策上的不稳定，还有非农数据的升高，降低美联储降息的几率，而可能造成比特币回调至10万美元。另外，以太币呢会回调到$3000。而这位大佬是 Big Mix 的一个共同创办人 Arthur Hayes， 但是就在他抛售不到24小时内，价格又快速的弹回到$3500一颗的以太币，而整个就是与 Hayes 作对，所以结果印证了这次卖出以太币的策略呢是卖飞的。其实不止散户，就连海耶斯也是有 FOMO 的时候。也就是在今天又将卖出的以太币给全部买回，而原本卖出的价位呢是在$3400的位置，但是它在今天买入位置呢是在$4000的价位，也就等于是低卖高买，而他已在推特上面发文了，绝不卖出手中的以太币。再来我们看到最后一则新闻，也就是今天的重点，川普与普丁的一个世纪会谈，乌俄停火有望。就在8月9号，美国总统的次子 Eric Trump 又在推特上发文说，别再做空比特币跟以太币，不然会被嘎空。而这一次 Eric Trump 是否预告着什么讯号呢？没错，其实是有的，也就是他爸爸美国总统川普呢将与普丁面谈，而他讨论的部分就是乌俄的一个战争，将会有停火的协议。因为其实乌俄呢都是希望以和平的结束这长达3年半的战争，双方主要是互相交换现有被占领的国土，交还给对方。这主要也只有单方俄罗斯的一个要求，在乌克兰呢是拒绝否认这一个交换的条件。除了这样呢，俄罗斯普丁还有另外5个停火要求。第一个也就是永久停止在乌克兰东南部的边境战火，以及要将乌克兰东部的2个区域划分给俄罗斯。第二点，俄罗斯同意退出哈尔科夫和苏梅，但是南部赤尔松和扎波罗热要依这一次的谈判结果呢，看是否要退出。第三，也就是乌克兰必须退出北约，而这北约对乌克兰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北约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，它是以30个国家呢签订了集体的安全以及
防卫的一个条款，也就是说大家都会互相的照应。而这个北约的组织呢，主要也是针对的就是俄罗斯。在第4个呢，就是限制乌克兰军人的数量，并且西方盟友不得提供他长程的一个武器。共以上这4个停火协议，但是其实俄罗斯的老大哥，也就是习近平，也希望和平落幕，结束乌俄战争。所以普丁会不会就以上停火要求非常坚硬强势的态度，就等8月15号在美国阿拉斯加会谈结果才会知道。最后大家一定会想，这对加密货币有任何的影响吗？其实这次的谈判呢，如果结果是往好的方向，降低了市场不稳定跟观望的情绪，转向投资比特币等高风险的资产，就会推动了价格的升高。但是相反的，短线可能会造成市场有剧烈的波动，固然这次上涨的动能就会告一段落，将会有一波的回调，或者是跌至更低的一个价位。而主要这次谈判中间人是川普，如果这次结果是好的话，将会因川普利好加密货币政策而更加稳定，必然会持续加密货币相关的政策的延续性。这将会把比特币及相关主流币的一个价格推至更高的一个价位，所以呢，这有可能也就是 Eric Trump 的暗示。大家已经布局好了吗？还是还在观望？请在下方跟我留言分享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观众，一定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分享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见，拜。